有些人年轻时能力普通，却越活越强；有些人聪明、努力，条件都不差，却在人生某个阶段突然垮掉。差距到底在哪里？菜根谭几百年前给出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答案：很多人不是输给了命运，而是输在自己没有熬过那段没人看见的时间。很多人熬不过人生，不是因为没能力，而是苦刚到嘴边，他就想逃。真正废掉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突然的大风大浪，而是那种你已经拼了命，却迟迟看不到结果的日子。为什么几百年过去，今天的人还要读《菜根谭》？因为外在的世界变了，但人的内心没有变。你今天在职场里的焦虑，关系里的委屈，成功后的迷失，几百年前的人一样不少。明朝那个时代，很多读书人寒窗苦读10几年，最后却连个官职都等不到。有人为了往上爬，到处求人送礼；有人昨天还是座上宾，今天被贬以后，连一起喝酒的人都没了。那个时代最可怕的，从来不是穷，而是你明明已经拼了命，却还是看不到头。菜根谭的作者洪应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把人性看透的。他年轻时也想出人头地，也想建功立业，可后来他发现，很多人不是败给无能，而是败给熬不住。被冷落几次，心气就散了，受一点委屈就开始怀疑自己，日子刚苦一点，第一反应就是逃。所以他后来才写下那句非常有名的话：咬得菜根，则百事可做。大多数人第一次听，以为这是在劝人吃苦，其实不是。真正残酷的是，人生淘汰一个人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他没有熬过那段没人看见的时间。很多人输的不是能力，而是在结果出现之前，提前放弃了自己。因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筛选，不是在你失败的时候，而是在你还没有结果的时候。他最绝的地方在于，一个人如果连眼前这点涩味都咽不下去，后面的人生他大概率什么都扛不住。因为人生不动声色淘汰人的，从来不是大风大浪，而是那段迟迟没有结果，又看不到希望的日子。有人熬几个月就开始怨天尤人，有人熬几年却慢慢长出了本事。区别就在于，有的人是在硬撑，有的人是在借苦修心。菜根谭的刀锋就在这儿，咬得菜根，不是让你认命，而是让你在最苦的时候，别先把自己的心熬烂了。可这还不是他最狠的地方。真正奇怪的是，有些人明明熬过了低谷，却依然没有迎来人生。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人生最大的考验，不是在落下去的时候，而是在站起来以后。第一次听菜根谭的人，大多都会觉得这名字有点土。菜根，不就是最苦、最便宜、最没人要的东西吗？可洪应明偏偏拿它当书名，因为他早就看透了一件事：人这一生，暗中决定你能走多远的，往往不是你最风光的时候，而是你熬低谷的时候。西汉时期，有一对很有名的叔侄，叫叔广和叔寿。当年他们靠着满腹学问，一路做到太傅和少傅，天天陪在皇帝和太子身边，可以说是风光无限。身边的人天天夸他们，天下读书人都羡慕他们。如果换成普通人，这时候肯定想方设法巴结权贵，好让自己再往上爬一步。人很奇怪，没钱的时候想证明自己有钱，有钱以后又开始证明自己比别人有钱。可是就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，叔叔叔广却对侄子说，名利这东西来得太盛，往往去得最惨。咱们已经到了顶峰，再不退就要摔下来了。于是他们没有等危机来临，而是主动称病辞官，把所有赏赐的黄金散给同乡穷人，回老家过起了种菜读书的平淡日子。
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太傻，放着大好的飞黄腾达不要。可结果呢？没过几年，朝廷爆发大争斗，当年和他们一起在朝廷里争权夺利的官员，绝大多数落了个凄惨的下场，只有这对叔侄在老家安享晚年。放到今天，很多人恰恰相反，明明已经累到快崩了，却不敢停，明明已经赚够了，却还想再冲一把。他们不是输给能力，是输给不甘心。洪英明后来看透了，人一旦太急，心就会乱，心一乱，动作就会变形。你越想立刻翻身，越容易急功近利，越想证明自己，越容易被欲望拖着走。所以菜根谭的智慧从来不是劝人死扛，而是在提醒你，低谷不可怕，致命的是一个人刚吃一点苦就先乱了分寸。人生真正的分水岭从来不是你遇到了什么，而是事情发生以后你变成了什么样的人。同样一场风雨，有人被吹倒，有人借着风雨把根扎得更深。真正毁掉一个人的往往不是现实，而是那颗乱掉的心。所以洪英明才会把菜根当书名，因为一个人的底层本事从来不是风光时有多厉害，而是低谷时还能不能稳住自己。可一个人真正暴露底色的，不只是面对失败的时候，还有面对别人算计的时候。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最危险的往往不是明着跟你翻脸的人，而是那些一边跟你称兄道弟，一边在背后盯着你的人。你拼命帮同事，最后功劳成了别人的；你真心对朋友，结果他转头就把你的隐私当成酒桌上的谈资。成年人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一出事就急着解释自己。可菜根谭早就看透了一个真相，人一旦急着去证明自己，你就已经输了。因为你越解释，别人越觉得你心虚，你越愤怒，别人越知道怎么拿捏你。南朝宋时有个很厉害的人叫殷景仁，这个人能力极强，深受皇帝器重。可偏偏他身边有个关系特别近的朋友叫刘湛，表面上两人天天往来，私下里刘湛却因为嫉妒，一直在皇帝面前给他下眼药，今天说他结党，明天说他专权。换成普通人可能早就气炸了，急着找皇帝去对峙。可殷景仁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他没有解释，也没有翻脸，更没有到处喊冤。他突然称病回家，直接把大门一关，从所有争斗里退了出去。这一关就是整整几年。以前围着他的人以为他彻底废了，也慢慢散了。可实际上他不是在低谷里摆烂，而是在家里极其冷静地冷眼旁观。大门虽然关上了，但他对局势的洞察，对核心风向的把控，一天都没断过。他是在用时间换空间，默默积蓄反击的底层实力。殷景仁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人，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退出战场。很多人失败不是因为能力不够，而是因为每一次冲突都想证明自己。因为读懂菜根谭的人都知道，局势不对的时候，硬撑不是本事，能藏住锋芒才是真功夫。后来刘湛因卷入政治斗争被诛杀，而那个一直闭门不出的殷景仁，虽然未能重新掌权，却凭借那份沉得住气的智慧，在惊涛骇浪中保全了自己与家族，得以善终。真正的赢家有时候不是站到最后的人，而是没有被风浪卷走的人。到最危险的时候，不是拔出来的时候，而是藏在鞘里的时候。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，什么时候该沉默。真正的高手不是不争，而是不把自己的价值浪费在低级的战场上。高明的人都像藏在匣子里的刀，顶尖的高手从来不急着证明自己。平时看着不锋利，可真到关键时刻
一出窍就是定局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越往上走的人越安静，因为他们早就明白，人这一生最大的危险，不是别人看不起你，而是你太急着让别人看得起你。厉害的人从来不是一味退，他们只是知道什么是值得争，什么是不值得耗。真正耗散关系的，往往不是大事，而是长期的较劲。成年人之间最伤感情的，往往不是生死大仇，而是那些特别小的事。你记得他说话难听，他记得你没给面子，你忘不了他的那次冷落，他放不下你当年的一句话。很多关系表面上早就过去了，可心里那根刺一直没拔出来。菜根谭里写过一句话：不责人小过，不发人阴私，不念人旧恶。格局大的人都不太爱翻旧账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人这一生谁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，谁都会说错话，做错事。如果什么都记，最后最累的一定是自己。今天也一样，老板当众批评你一句，你记3天，同事没回你消息，你猜1礼拜，伴侣忘了一个纪念日，你翻1年旧账。你以为你在维护尊严，其实你只是把精力扔进了黑洞。通透的人早就不靠记仇活着了，因为他们很清楚，一个人如果天天盯着别人哪里对不起自己，时间久了，心就会越来越窄。你以为你在防别人，其实你是在消耗自己。人一旦总盯着旧账活着，心就会越来越窄。谁欠过他，谁伤过他，谁让他难堪过，他全记得。可菜根谭的通透之处就在这儿，他从来不是教你当烂好人，而是教你别把自己的命浪费在烂情绪上。因为人生最贵的东西，从来不是面子，而是你的心理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讨一个说法，却忘了，时间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委屈而停下来。你放不下的那个人，那件事，也许早已经离开你的生活，只有你的情绪还留在那里。有段位的人，不是没脾气，而是不把生命浪费在烂情绪上。但有分寸的人，宽容归宽容，心里其实一直都有边界。可这还不是最难的，比不记仇更难的是面对利益的时候，还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手。真正走得远的人，往往都懂得留余地，不是因为他们软，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很多东西争赢了眼前，最后反而会输掉后半生。菜根谭里有句话特别厉害：径路窄处，留1步与人行，滋味浓时，减3分让人尝。老练的人从来不把路走绝，因为人这一生最危险的不是吃亏，而是把别人逼到无路可退。今天很多职场人也是这样，为了一个项目，把同事往死里踩；为了升职，把竞争对手的短处到处散播。你以为你赢了，可你不知道，这个圈子很小的。明朝末年，有个很有名的人叫吕坤，这个人特别聪明，也特别有能力，后来一路做到朝廷重臣。当时很多官员都喜欢争功劳，争位置，争皇帝的信任。朝堂上今天你弹劾我，明天我举报你，很多人为了往上爬，恨不得把别人直接踩死。可吕坤很少这么干，他有个特别奇怪的习惯，别人跟他争，他经常主动退一步；别人抢功劳，他不急着翻脸；别人说话留3分情面，他也绝不把事做绝。有一次，一个下属犯了大错，按规矩完全可以重罚，旁边很多人都劝他，趁这个机会立威，不然以后没人怕你。可吕坤却只是轻轻处理，还专门替那个人留了体面。很多人都觉得他太软了，结果后来朝局大乱，当年那些靠狠、靠斗、靠踩人上位的官员，一个接一个被清算，反而是吕坤这种肯留余地的人，
最后人缘最好，也最能保全自己。后来有人问他，为什么总愿意让一步？他只说了一句特别厉害的话：水太满则溢，月太圆则亏。人如果一点退路都不给别人留，最后别人一定也不会给你留路。这其实就是菜根谭最深的一层智慧。人性有个错觉，总觉得退一步就是输。可智慧成熟的人早就明白，有些亏表面上是亏，实际上是在给未来铺路。因为人与人之间从来不是只见一次。今天你逼别人太狠，明天别人就可能在你最难的时候反咬你一口。可你今天留的一点情面，有时候你今天留下的余地，未来会变成别人愿意拉你一把的原因。你会发现，活明白的人都有一种不过度的智慧。他们不会把话说死，不会把关系闹绝，也不会因为一点小利益就非得争个输赢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人这一生路还长。顶级高手从来不是赢一次，而是能一直赢下去。菜根谭里那句进入窄处，留一步与人行，其核心精髓从来不是让，而是留。真正聪明的人都不会把今天的敌人变成明天的死局。因为人生不是一场只比输赢的比赛，而是一场比谁能走得更久的棋局。高段位的人从来不是谁都讨好，而是既留余地又守分寸。比与人周旋更隐蔽的陷阱，藏在一个人最得意的时候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明明已经翻身了，后来却突然开始一路走下坡。赚到一点钱就开始张扬，得到一点权利就开始看不起人，刚被别人夸几句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真正让人跌下来的，往往不是失意，而是得意忘形。菜根谭里有句话特别狠：恩里由来生害，故快意时须早回头。很多灾祸恰恰都是人在最顺的时候埋下的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有个特别有名的人叫严世蕃。他爹严嵩权倾朝野，而他自己更是嚣张到极点。当时整个朝廷几乎没人敢惹他，别人见了他都低着头说话。普通官员想升官，得先去给他送礼，谁敢得罪他，第二天就可能被整到家破人亡。很多人都觉得这种人已经站到人生顶点了。可问题就在这儿，一个人一旦长期活在所有人都捧着你的环境里，就特别容易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。人生最危险的一刻，不是没人给你鼓掌，而是你开始相信，鼓掌的人都是因为你伟大。后来严世蕃越来越狂，吃穿用度极尽奢华，连皇帝都开始不放在眼里。有人提醒他低调一点，他反而冷笑一句：朝廷离了我家，谁还能撑得住？结果没过多久，朝局突变。以前那些拼命巴结他的人，第一时间翻脸；那些曾经不敢说话的人，也开始一起落井下石。最后严家权势轰然倒塌，严世蕃被斩首示众，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你会发现，人性特别现实。你强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围着你，可一旦你开始失势，很多人比谁都希望你掉下来。因为这个世界最容易招恨的，不是弱者，而是太得意的人。放到今天也一样，很多普通人刚升职，就开始看不起以前的同事，刚赚到一笔钱，就开始否定过去帮过自己的人。他们没意识到，毁掉自己的根本不是别人，而是那颗已经飘起来的心。所以菜根谭的锋利之处就在于他一直提醒人，人在顺境里更要清醒。低谷时能熬的人很多，翻身以后还能稳住的人才是真厉害。其实所谓修行，从来不是你穷的时候有多能熬，而是你有了以后还能不能稳得住。
你仔细看那些注定走得远的人，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越厉害越克制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人一旦太满，就离跌下来不远了。聪明人从来不会在自己最顺的时候把路走绝，把话说满，把人得罪光。因为菜根谭早就提醒过，恩里由来生害，故快意时须早回头。人最危险的时候，往往不是失意，而是得意忘形。问题从来不在成功本身，而在于一个人得意以后，还能不能稳住自己。很多人用了10年时间爬上山顶，却只用了半年时间把自己推下山。打败一个人的，往往不是外面的敌人，而是成功以后那个开始膨胀的自己。真正难的，从来不是低谷时吃苦，而是翻身以后，心还能不能稳得住。可比成功之后不飘更难的，是心里那些别人看不见的执念。真正压垮人的，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心里的执念。别人一句话，他能反复想一整晚；一次失败，他能记好多年。别人不认可他，他表面没事，心里却一直过不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明明什么都不缺，却总觉得自己活得特别拧巴。白天忙得停不下来，晚上脑子却根本停不下来。最折磨人的，很多时候不是现实，而是你脑子里的执念。菜根谭里写过一句话：风来疏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；雁渡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很多事彻底过去，不是事情结束了，而是你心里终于不再反复了。可真正难的，恰恰就在这。别人一句伤人的话，你记3年；一次失败，你反复咀嚼；一段已经结束的关系，你嘴上放下了，心里却还在偷偷较劲。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本来只伤害你一次，可如果你反复想起，它就会伤害你无数次。真正的自由，不是没有伤痛，而是不再允许伤痛继续控制今天的你。很多人不是被过去伤害，而是在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亲手把过去重新伤害自己一次。人最怕的，不是经历过去，而是一直活在过去。今天很多人也是一样。5年前被裁员的那次羞辱，他到现在还记得。3年前分手时对方说的那句话，他还能背出来。甚至小学时老师当众批评他，他还能描述当时的细节。他不是记忆好，他是从来不肯放过自己。唐朝有2位著名诗僧，寒山与拾得。寒山曾问拾得：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，该如何处置？拾得答：忍他，让他，由他，避他，耐他，敬他，不要理他，再过几年，你且看他。这句话不是教你一味忍受伤害，而是不让别人的行为绑架你的情绪。别把自己的命浪费在烂人烂事上。可人在情绪里的时候，偏偏最容易把一时的委屈当成天大的事。后来你终究会发现，那些最折磨你的东西，很多早就已经过去了，只是你一直没肯放过自己。菜根谭有句话特别妙：风来疏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；雁渡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所谓的放下，不是强迫自己忘记，而是事情过去以后，你心里的竹林终于不再响了。通透的人，不是没有欲望，而是不再被欲望拖着走。可心里腾空之后，还有一个更顽固的敌人，别人的目光。人最累的时候，往往不是没钱，而是一直活在别人的目光里。发朋友圈之前，要反复删改；说一句话之前，要先想别人会不会不高兴；做一个决定，也总担心别人怎么看你。很多人表面上活得正常，实际上每天都在演。演成熟，演坚强，演无所谓，演一个别人喜欢的样子。可越演心越累。
菜根谭里有句话：文章做到极处，无有他奇，只是恰好；人品做到极处，无有他意，只是本然。有大智慧的人，到最后都会慢慢活回本然2个字。人这一生最难的，不是变成别人羡慕的人，而是终于敢做回自己。晚明有个很特别的人，叫李治。这个人放在当时简直像个异类，别人拼命研究怎么当圣人，他却天天说人最可怕的就是假装高尚。那时候很多读书人满口仁义道德，背地里却争名夺利，互相算计。大家都在演，只有李治敢直接撕开这层皮。他甚至公开说，很多人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其实只是为了做官发财。结果这话一出，整个士林都炸了，无数人骂他狂妄，离经叛道。换成普通人，可能早就低头认错了。可李治最狠的地方就在于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打算讨好任何人。他照样写自己的书，说自己的话，活成自己真实的样子。后来他被无数人攻击、排挤，最后甚至被下狱。很多人觉得他输得很惨，可几百年后再回头看，当年那些拼命维护体面的人，早就没人记得了，反而是这个不肯演的李治，被后世越来越多人敬佩。因为人这一生最难的，从来不是成功，而是清醒地活成自己。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疲惫？因为他永远在用别人的标准审判自己。别人升职了，他开始焦虑；别人买房了，他开始怀疑人生；别人结婚了，他又觉得自己落后了。可问题是，你这一辈子如果总活在比较里，那你永远不会快乐。因为总有人比你更有钱、更优秀、更风光。菜根谭的穿透力就在于，人生最大的自由，不是你赢过多少人，而是你终于不再被别人绑架。一个人最累的时候，往往不是没人认可他，而是他每天都在努力成为别人认可的样子。当你不再证明自己的时候，真正的力量才开始回来。成熟的人到最后都会慢慢明白一件事，别人怎么看你，其实根本没那么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节奏。聪明的人不是和世界对着干，而是在复杂世界里依然守得住自己。很多人以为成熟就是学会圆滑，可厉害的人到最后都会发现，人可以懂世故，但不能变世故。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其实最危险，他什么都懂，谁都不得罪，说话永远滴水不漏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表面上谁都喜欢他，可时间久了，所有人又都不敢真正信他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种人没有底线，谁强他就站谁，谁有力他就靠谁。年轻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羡慕那些八面玲珑的人，总觉得他们吃得开。可最终能走远的人，往往不是最圆滑的，而是那些有分寸但有原则的人。菜根谭里有句话特别厉害：事理分华，不进者为节，进之而不染者犹节。什么意思？一个人躲开名利场不算最厉害，难得的是身处复杂的人情利益里，心还能不脏。这就是菜根谭说的进之而不染，尤为难得。明朝有个特别有名的人叫于谦，他在担任河南、山西巡抚的时候，每次回京述职，当时官场送礼成风，同僚劝他多少带点地方土特产，打点朝中权贵。可于谦笑着举起2只袖子，说：“我只有2袖清风。”后来2袖清风这个词就是从他这来的。可他最硬气的地方，不是他不收礼，而是他明明什么都懂。别忘了，他后来在复杂官场一路做到兵部尚书，
说明他比谁都清楚规则。可他看透规则之后，依然选择不被规则吞掉。今天很多职场人也是这样，刚进公司的时候干干净净，后来发现大家都送礼，都站队，都搞小圈子，慢慢就开始说服自己，大家都这样，我不这样就吃亏。于是今天送一盒茶叶，明天说一句违心的话，后天站一个队，一点一点把自己活没了。人最容易沉下去的就是这一刻。刚进社会的时候本来挺干净，后来见多了潜规则，慢慢开始觉得大家都这样，我不这样就吃亏，最后一点点把自己活没了。菜根谭，真正高明的地方不是让你天真，而是让你清醒。他从来不是教你做傻白甜，而是教你可以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复杂，但你别让自己也变复杂。因为人一旦开始习惯靠算计活着，最后就再也停不下来了。今天算计同事，明天提防朋友，后天怀疑家人，活到最后身边全是人，心里却一个人都不敢信。很多人以为这是聪明，其实这是最大的消耗。厉害的人往往都活得很稳，别人乱他不乱，别人急他不急，别人开始互相算计的时候，他反而越来越干净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一个人立身的底牌从来不是套路，而是信誉。聪明可以让你走得快，但信用才能让你走得远。一个人最大的底牌不是认识多少人，而是多少人愿意相信他。套路只能赢一时，可信才能赢一辈子。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是没见过黑暗，而是看透以后依然选择不把自己活脏。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以为只要善良就不会被辜负，可后来吃了几次亏，慢慢就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太善良的人注定会被欺负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一开始特别真诚，能帮就帮，能忍就忍。别人找他借钱，他不好意思拒绝；别人把麻烦甩给他，他也总觉得算了。甚至别人伤害了他，他第一反应还是反省自己。可人吃亏吃多了，迟早会明白一件事，那些打心底尊重他的人没几个，反而越来越多人把他的退让当成理所当然。有些人最后不是输给坏人，而是被过度心软活活拖垮的。菜根谭里其实早就说透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，厚道是修养，但没有锋芒的厚道就是软弱。明朝有个很有意思的人叫海瑞，这个人后来被无数人称为海青天，因为他真的太刚了。别人做官想着捞钱，他却穷得连像样衣服都没有。按理说这种人应该特别容易被欺负，可奇怪的是，很多贪官虽然恨他，却又特别怕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海瑞虽然清廉，但他从来不是那种一味退让的老好人。嘉靖晚年，满朝文武没人敢说真话，所有人都在装聋作哑。可海瑞直接写了一封奏书，几乎把皇帝骂了个遍。所有人都觉得他死定了。结果海瑞写完以后，甚至提前给自己买好了棺材，安排好了后事。什么意思？他知道后果，但他还是敢站出来。后来嘉靖皇帝气得暴跳如雷，可偏偏又没立刻杀他，因为所有人都看明白了一件事，这个人是真的不怕。你会发现，让人敬畏的从来不是一味的好脾气，而是我可以善良，但你别真以为我没底线。今天很多老实人也是这样，从小被教育要忍让，要懂事，结果在职场上被人把活都甩过来，在家里被人当成理所当然的出气筒。他不是不善良，是善良没有长出牙齿。很多人活得越来越憋屈，就是因为他从小被教育要懂事，要忍让，不要得罪人，最后慢慢连自己的边界都没了。别人一句话，
他不敢拒绝；别人一次冒犯，他不敢翻脸；别人不断消耗他，他还安慰自己算了。可问题是，你越没有边界，别人越不会尊重你。因为人性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退一步，他未必感恩；你一直退，他只会觉得你好欺负。菜根谭的骨子里的清醒，就在于他从来不是教你做软柿子。他讲退让，但更讲分寸；讲宽容，但更讲底线。真正聪明的人都有一种能力，平时温和，但关键时刻绝不含糊。该让的时候让，是修养；该硬的时候硬，是骨气。只有这样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没有边界的善良，最后往往会变成别人伤害你的理由。真正高级的善良，不是对所有人退让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温柔，什么时候坚硬。人越成熟，越会慢慢学会一种能力，外柔但内不塌。年轻时，人总想争个输赢，别人说不过他，他一定要争回来；别人误会了他，他一定要解释清楚，甚至连一件小事，他都非得分出个对错。可人活久了才会发现，让人疲惫的不是失败，而是你什么都想赢。越成熟的人，后来越不爱争了，不是因为他怂了，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根本没有输赢，只有消耗。菜根谭里有句话特别有味道：处事让一步为高，退步即进步的根本。厉害的人到最后都会慢慢学会让，但这里的让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清醒。清朝有个很有名的大臣叫张英，有一年他老家的人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跟邻居吵得特别凶，双方谁都不让，甚至已经准备打官司了。家里人没办法，只能写信找张英，希望他用官威替家里撑腰。结果很多人都以为张英这种级别的大官，一句话就能把对方压死。可没想到他只回了4句话：千里修书之未强，让他3尺又何妨？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家里人看完，真的主动把围墙往后退了3尺。更神奇的是，对方一看也觉得不好意思，同样往后退了3尺。后来就有了著名的6尺巷。今天很多家庭矛盾、邻里纠纷，甚至夫妻吵架，争的哪有什么大是大非，不过是一口气而已。你觉得你赢了，可你失去的可能是一段几10年的关系。你会发现，高明的人从来不靠硬碰硬赢，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东西你抢赢了，关系就输了；你争赢了，人心就散了。人为什么会越活越沉重？因为他总觉得别人不能冒犯自己，事情必须顺自己的意，所有人都得理解自己。可现实是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如你所愿？你越较劲，内耗越重；你越不肯放，痛苦越深。菜根谭最温柔也最锋利的地方，就在于他一直在教你一种能力，不是改变别人，而是放过自己。很多人以为退是输，其实有时候不较劲才是赢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争的是一口气；成熟以后，我们守的是一颗心。有些胜利赢了没有意义，有些退让反而保住了一生的安宁。别人一句难听的话，他不会反复琢磨一晚上；别人一次冷淡，他不会立刻怀疑关系变了。很多小事到他这里轻轻就过去了，因为他知道，人这一生最贵的东西不是输赢，而是自己的精气神。你天天跟烂人烂事纠缠，最后毁掉的只会是自己的能量。但厉害的人从来不是躺平，他们只是越来越懂得把力气用在重要的事情上。人过了30，很容易进入一种外面撑着，心里拧着的状态，嘴上开始说看淡了，心里却越来越累。以前想赚钱，
现在还是想赚钱；以前焦虑前途，现在焦虑家庭；以前怕没机会，现在怕来不及。很多人以为《菜根谭》这种书是教人佛系的，其实恰恰相反，它真正的能量从来不是让你躺平，而是教你怎么在拼命往前走的时候不把自己活废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能扛大局的人，永远不是那些看似紧绷、一点就着的人，而是那些在惊涛骇浪里能把自己的心按住的人。比如曾国藩，他打仗最难的时候，湘军天天死人，自己还被朝廷猜忌，换一般人早崩了。可他有个特别厉害的习惯，越乱的时候越逼自己静下来，每天写日记、反省、练字、读书，哪怕外面天塌了，他也强行让自己的内心先稳住。因为真正的高手都知道，人一旦心乱了，能力立刻就废一半。真正清醒的人，每天再忙，都一定留时间读书、静坐、写东西。别人觉得他们不合群，觉得他们不会混官场。可时间久了，大家突然发现，这群人很稳。别人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乱，他们不乱；别人被情绪拖着走，他们始终很清醒。后来很多大事，反而都是这种人能扛住。为什么有的人一点压力就撑不住？不是因为事情有多大，而是因为他的精神一直处在失控状态。白天刷短视频，晚上焦虑失眠，脑子里全是别人过得多好，自己多失败。看似每天很忙，其实心早就散了。菜根谭最狠的一点就在这儿，他一直在提醒你，一个人的能量不是靠刺激撑出来的，而是靠内在稳定养出来的。你看那些厉害的人，很少有情绪特别炸裂的，他们未必最聪明，但都特别稳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人生不是短跑，而是一场特别长的消耗战。谁能活到最后，不是看谁一开始冲得最猛，而是看谁最不容易被耗干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永远精力旺盛，而是懂得保护自己的能量。他们不是没有压力，而是不让压力夺走自己的方向。所以成熟的人，到最后都会慢慢进入一种状态，平时安静，但内心很有力量，看起来松弛，但骨子里特别自律。别人以为他活得很轻松，其实他只是学会了不再把能量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。年轻的时候，人总以为人生靠争，争输赢，争面子，争位置，争别人一句认可。可后来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，你会慢慢发现，人这一生重要的东西其实都在往回收。收脾气，收欲望，收情绪，收那些没必要的执念。菜根谭里有一句话，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所谓宠辱不惊，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外面在吵，你心里依然有自己的节奏。宋朝有个特别传奇的人叫范仲淹，这个人年轻的时候特别惨，穷到天天煮一锅粥，凉了以后切成4块，早晚各吃2块。同窗可怜他，送来肉食，他却放置一旁，任由食物坏掉。他说自己吃粥肚子已经习惯了，要是现在突然尝了肉味，以后日子变苦，怕自己就再也熬不住了。这就是真正的咬得菜根。后来范仲淹一路做到位极人臣，按理说该贪图享受了，可他依旧穿得特别朴素，家里甚至比普通官员还寒酸。有人实在想不通，就问他，你熬出头了，为什么还活得这么克制？范仲淹只说了一句话，人如果被富贵养焦了，心就容易乱。今天很多人恰恰相反，日子刚稍微好一点，就开始换车、换圈子、换生活方式，把以前的自己全部否定。他们以为这是进步，其实是根基在松动。很多人穷的时候有斗志，
一旦日子舒服了，人反而慢慢松掉了。因为毁掉一个人的，往往不是眼前的苦，而是太容易满足。很多人后来之所以越来越稳，不是因为没人影响他了，而是因为他终于知道自己该往哪走。菜根谭最厉害的地方，从来不是教你怎么赢别人，而是教你怎么不被人生反噬。他让你看透人性，但不让你变冷；让你懂得藏锋，但不是懦弱；让你学会退让，但不是失去骨气。很多人读到最后才突然明白，厉害的人最后都活成了一种外圆内定的状态。这或许就是菜根谭想告诉我们的，人这一生真正的强大，不是赢过多少人，而是不再轻易被外物牵着走。外面再乱，他心里不乱；别人再急，他也不急。哪怕人生起起落落，他依然能守住自己的节奏。说到底，菜根谭反反复复，其实只讲了2个字：不乱。年轻时，我们以为人生最大的成功是得到多少东西，后来才明白，真正的成功是拥有很多东西以后，依然知道自己是谁。菜根谭流传几百年，不是因为他告诉你如何赢，而是因为他告诉你，当世界越来越复杂的时候，如何守住自己的内心。菜根谭真正留下的，不是成功的方法，而是在复杂世界里，让自己不被复杂吞掉的方法。外面再乱，心别乱。人这一生，真正的本事，不过是守住自己的节奏。人这一生，真正难的不是赢过别人，而是在复杂世界里，始终没有弄丢自己。几百年前，洪应明看透的那些东西，焦虑、欲望、比较、愤怒、委屈，今天一样都没少。变的只是朝代，不变的是人心。你需要的不是记住多少历史故事，而是看清自己的心到底被什么困住了。如果今晚这些话刚好照见了你现在的处境，那就把它留下，等哪天撑不住的时候再回来看看。